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斯加偏偏。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国产悬疑网大《罪图》。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一列火车突然遇到山体滑坡，停在了半道上。乘警核队接到吃瓜群众举报，发现某节车厢里的乘客横七竖八堆在一起，姿势非常诡异。8名乘客晕过去7个，还死了1个。这就好比狼人杀第一天晚上就死人了。那么剩下的7个人中，谁是平民，谁是神职，谁又是那头杀人的狼呢？核队发现其中1个人自己认识，那就是记者梁夏。他醒来以后，立马就认了个预言家，说自己有重大线索。原来这节车厢里的8个人都跟10年前一起校园少女死亡案有关。死者名叫徐楠楠，初一学生，父母离异，在学校里总是被小混混殴打，有一次被打到内脏破裂，在医院手术时因为麻药过敏而死。我们再来看看这车厢里的8个人：王超，网店店主；韩嘉宾，研究生，他们就是当年殴打徐楠楠的小混混；周新雪，打工妹；徐楠楠当时的闺蜜；吴健，退休教导主任；徐楠楠学校的老师；秋红，当时学校的护工；刘希之，医药代表，当时事件的法医；老赵，也就是现在的死者，当时学校小卖部的老板；还有梁夏本人，当时事件的报道记者。梁夏说自己是被一个匿名线人叫上车的，而其他人都在车上，也绝对不是巧合。这个神秘人把大家凑一块，很可能就是为了给徐楠楠报仇。根据梁夏回忆，刚上车的时候，大家频频互相敬烟，韩嘉宾和秋红还一起去买来了矿泉水、火腿肠和酒，大家抽着小酒，喝着烟，聊得还挺嗨。这边梁夏还没回忆完呢，那边传来了王超的一声惨叫，打断了梁夏和核队的谈话。王超说自己做噩梦，手脚和脸都被打烂了，而这些正是当年他打徐楠楠的部位。这时车厢里的另外几个人也纷纷表示都梦见了徐楠楠。核队让大家去餐车休息，自己留下来勘察现场。这时韩嘉宾停了下来，他表示自己研究生攻读的就是犯罪学，可以帮助核队一起查案。本以为韩嘉宾是吃瓜群众热心帮忙，没想到在勘察时他趁核队不注意，偷偷把一个针管给藏了起来。难道他是狼跳神职？我们接着往下看。在餐车审讯时，大家都在对徐楠楠的死推卸责任。原来当时事发后，教导主任吴健为了学校声誉，向警方和记者们封锁了消息，而记者梁夏也因为不知道实情，就胡编乱造了一个校园四角恋出来，严重影响了徐楠楠的声誉。这边核队问韩嘉宾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韩嘉宾说自己其实一直都很怂，跟着小混混王超去欺负学生，只是为了不被王超欺负。徐楠楠因为被传言母亲靠卖身挣钱，所以老是被欺负。那天他们打完了徐楠楠，就把他送进了校医室。后面还是从新闻上才知道徐楠楠因为麻药过敏意外死亡。正在聊天时，核队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有针孔的矿泉水瓶，他推测这可能就是杀死老赵的凶器。凶手可能分了2次投毒，第一次在火腿肠里下毒把大家迷晕，第2次在投毒到这瓶水里一招致命。这时韩嘉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杯水是在火车上买的，经了好几个人的手，分发的时候也没有规律，很可能是一场随机杀人。毕竟这里每个人都跟徐楠楠的死有关。这边核队发现有一个牌子的火腿肠不是列车上卖的，很可能这种火腿肠就是提前下过毒的，而能够把2种火腿肠混在一起给大家吃的，只有睡在下铺的2个人能办到，一个是死者老赵，另一个就是女护工秋红。秋红表示，当年徐楠楠经常受伤，但那些小混混非常狡猾，伤口都打在了老师看不见的地方。核队一听这个秋红很可疑啊，因为刚刚王超在噩梦醒后就说了，徐楠楠的受伤部位是手脚和脸，根本不是秋红说的看不见的地方。实施校园暴力的一方本来就是为了向其他人炫耀自己的战果，当然不可能打在看不见的地方。那什么暴力会挑看不见的地方打呢？那就是家暴。问题来了，秋红既然符合发有毒火腿肠的条件，而且他还撒了谎，难道他就是凶手吗？还真是。故事还没到1/3，秋红居然就自爆了。原来她就是徐楠楠的妈妈，当年就是因为家暴跟前夫离婚，和女儿也失去了联系，直到有一天得知了女儿去世的消息。后来秋红留在了本市的一个戒毒所当护工，偶然看到了梁夏那篇四角恋的报道，想还女儿一个清白，就把相关人员都骗到了火车上，还让大家误以为自己就是当年学校的女护工，然后把一种叫做硫喷妥钠的麻醉剂打进了火腿肠里，又把致死量的药注射进了矿泉水瓶里，最后这瓶水被老赵给抽中了。看样子这是要真相大白了。别急，进度条还没到1/3呢，故事要远远复杂得多。核队刚把秋红铐起来，昏迷了一整集的女法医终于也醒了过来，还一上来就爆了猛料。她指着那瓶有针孔的矿泉水说，这不是我喝过的水吗？为什么被拿到了这里？核队一听当场蒙圈了，这水如果是女法医的，那老赵是怎么死的？秋红又为什么要自首呢？核队去了出事车厢，让警员把老赵的尸体抬到餐车。韩嘉宾自告奋勇的说要帮忙。这时我们可以看到，他起身时朝记者丢了一个纸条，因为事件实在太伤脑，核队去厕所洗了把脸。他看着出水口时突然灵机一动，赶紧下车找到了一个注射麻药的针管，里面还装着秋红说的硫喷妥钠。女法医告诉核队，硫喷妥钠又名土针剂，注射后的确会让人迷迷糊糊的说出真话，但是如果要致死的话，至少3-4针以上，还得直接打在人身上。因此女法医喝了那一瓶加了料的矿泉水并没有死，只是昏迷的时间比别人长。看来秋红是想通过注射硫喷妥钠从大家口中得到当年事件的真相，结果药物过期或者用量不对，导致所有人昏迷。核队又挨个叫大家来询问情况。王超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他说自己只是殴打了徐楠楠，但是韩嘉宾好像对他别有所图，说不定私底下还对他动手动脚。核队再次叫来了女法医，问徐楠楠在死前是不是受到了侵犯。由于再三，女法医终于说出了当年的尸检真相。原来当年出事后，教导主任吴健为了学校声誉，贿赂了女法医，让她删除了尸检报告中的敏感信息，所以徐楠楠被侵犯的真相也被掩盖了下来。那到底是谁侵犯了徐楠楠呢？是吴主任还是韩嘉宾呢？这时认过预言家的记者找到了核队，表示自己又有推论了。他说凶手很可能就是秋红，因为他应该就是徐楠楠的生母。不得不说他这个预言家报验人报的有点晚啊。核队拿过记者的笔记本，发现里面的推论都是别人写给他的。前面我们说了，韩嘉宾曾向记者丢了
了一个纸条。不用想，这肯定就是韩家斌的推论了。这俩人怎么越看越像两匹狼抱团呢？何队找到韩家斌，告诉他硫喷吐钠药致死必须通过注射，所以杀人凶器可能是针管，让他帮忙一起找找。但其实这只是调虎离山之计。韩家斌走后，何队径直爬到了事发现场的上铺，从通风口里找到了一包针管，自然是韩家斌之前勘察现场时藏的。这时老赵的手机响了，收到一条奇怪的短信，看起来像是什么圈内的暗语。何队为打探情况，顺着意思回了几条，似乎发现了什么惊人的内幕。何队再次找到韩家斌，告诉了他老赵短信里的秘密，里面提的数字8到12很可能指的是年龄，11是幼幼的意思，所以这很可能是恋童癖之间的交易。说着说着，俩人氛围就不对了。何队质问韩家斌，徐楠楠死前有没有遭到过他的侵犯？谁知韩家斌一口否认，并说出了他所知道的真相。10年前，韩家斌经常看到一个小女孩走进小卖部，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去扒了小卖部的窗户，看到了老赵正在侵犯徐楠楠，这给他的童年带来了巨大的阴影。所以那天在打徐楠楠的时候，他是有过邪恶的念头，但并没有实施。这种罪恶的想法让他一直备受煎熬，所以他才对老赵深恶痛绝。然后韩家斌坦白是自己杀死了老赵，他先制作了火腿肠，并用针管在老赵身上注射了硫喷吐钠。秋红之前的认罪是因为看到了自己为他女儿报仇，而选择了为自己顶罪。好了，剧情刚过一半，又有第二匹狼自爆了，而且这听起来还没什么逻辑 bug。那韩家斌是不是真凶呢？当然不是，因为核对检查之后发现老赵的身上根本没有针孔，也就是说老赵根本就不是因为注射硫喷吐钠死的。而韩家斌说自己是凶手，反而恰恰是为了给秋红顶罪，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自己年少的错误赎罪。但现在问题又来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老赵到底是咋死的呢？核对找到女法医帮忙验尸，结果判断法医发现死因并不一定是中毒，也可能是窒息。再根据老赵随身携带的药品，可以推测出他是过敏体质，很可能是被迷晕以后过敏时没有及时吃药，最后休克窒息死亡。女法医说老赵的病通常有3种过敏源：豆类、贝类和坚果。网店店主王超曾拿出过坚果，但打工被周新学表示自己吃的时候还问过老赵，但被老赵拒绝了。吴主任想起来，老赵当时喝了大豆酒，而且喝完后就呼呼大睡了，看样子绕了这么久，罪魁祸首就是这瓶大豆酒了。王超说大豆酒是自己网店的主打产品，当时是周新雪拿出来的，但这也只是巧合而已，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护工一定是帮凶，但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这时核对突然发现椅套里藏了一支录音笔，打开一听，里面是秋红趁大家吃了土真鸡之后向大家问话的录音，所以知道录音笔藏在这里的人除了秋红之外，另一个绝对就是真凶了。这时隧道终于疏通，调查也到此为止。第二天大家都来餐车就餐，在核对分析案情的时候，周新雪偷偷去摸了那只藏在椅套里的录音笔，一时间人赃俱获。起初周新雪还狡辩，但在播放录音时发现了里面夹杂着她高跟鞋的声音，这下没跑了，周新雪就是幕后真凶。这时韩家斌看着周新雪的马尾，突然醒悟，原来当年他看到的那个总是扎着马尾走进小卖部被老赵猥亵的人不是徐楠楠，而是周新雪，只有最后一次扒窗户时看到的才是徐楠楠。周新雪终于说出了真相，因为自己一直被老赵猥亵，年幼无知的他就想，如果再找一个女孩给老赵，自己是不是就能逃出魔爪了？终于有一天，他把徐楠楠带进了小卖部，也正是那天，徐楠楠先是被老赵侵犯，然后被王超和韩家斌殴打，导致内出血，又因为麻药过敏，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么多年，周新雪一直很不安，进入社会以后也变成了小太妹，开始泡吧吸毒，直到在戒毒所遇到了女护工秋红，才开始体会到母亲般的温暖，两人相依为命，情同母女。但周新雪一直不敢告诉秋红自己当年铸成的大错。突然有一天，秋红看到了记者梁夏写的那篇胡编乱造的报道，才发现女儿在别人眼里死得这么不光彩，她想要还女儿一个清白，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开始行动。先是把当年的相关者都骗上了车，在香烟里下了毒，周新雪给所有人都禁了烟，像韩家斌这种不抽烟的，就在他吃的火腿肠里下毒，而女法医既不抽烟又不吃火腿肠，就在他的矿泉水里下毒。所有人都迷晕之后，两人用录音笔录下了真相，希望能还徐楠楠一个清白。在秋红的计划中，要的只是一个真相，并没有想要杀人。但周新雪失控了，她从小就知道老赵对大豆过敏，也知道开网店的王超会随身带着大豆酒，于是瞒着秋红，引导老赵喝下了大豆酒，让他过敏，又因为被迷晕了不能吃药，最终窒息而亡。老赵的这种死法也正好祭奠了当年因麻药过敏而死的徐楠楠。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罪徒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阿婆的名作《东方快车谋杀案》，但虽然框架类似，结构上却大有不同，反而更有点黑泽明罗生门的意思。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拼在一起，才还原出了当时事件的真相。不但有人自曝是凶手，再推翻重来，高潮和反转是一波接着一波。另外，电影还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力度也是十分尖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熔炉的影子，比如校园霸凌、猥亵女童、家庭暴力、教育腐败、媒体无良等等，这些现象都在片中有大量的呈现。当然，作为一部评分不到7分的悬疑烧脑片，电影中的逻辑 bug 也是蛮多的。比如韩家斌为什么一上来就要藏起针管包庇凶手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对死者老赵的憎恨？还有录音笔是谁藏的？秋红还是周新雪？为什么要藏在椅背这么显眼的地方？又为什么不直接删掉里面的录音？另外，这片子明显是为了凑时长，把1个半小时的一部电影注水拉长到了3集，每集1小时。尤其到了第3集时，加入了大量的回忆片段，节奏有些拖沓。最后揭开真相时，也并没有令人恍然大悟、拍案叫绝的爽快感。实话讲，偏偏看到一半就猜到了凶手是周新雪，因为其他几个人都有重要戏份，也贡献了重要线索，只有周新雪戏份最少，存在感最弱。那为什么还要设计这么一个角色呢？肯定这人就是凶手呗。所以编剧应该在前半部分给周新雪多加点戏，迷惑观众，这样就更难猜到结局了。还有第3个问题，就是演员的表演略显稚嫩，很多人用力过度，不够自然。当然，作为一部国产网大，偏偏还是很推荐的。今天就说到这里，拜了个拜。